只见到10道暗黑虚手铺天盖地的对着10座原始法身笼罩而去，每一道暗黑虚手的力量超乎了想象，已经达到了一个极致巅峰的层次，任何力量在其面前都是变得不堪一击。虽然暗黑虚手的力量非常恐怖，但是10座原始法身的力量也不差，在其周身散发出非常古老的原始波动，这股力量足以碾压一切万物。在如此极致的力量对碰之下，究竟会是哪方取得优势？萧炎、林动、沐尘3人内心这么想的时候，那可怕的天际上，双方可怕的力量直接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瞬间，一道耀眼的巨大光芒充斥着这方世界之中，所有人的视线都是被其影响，无法看清楚那对碰空间处的战局。就连萧炎、林动、沐尘3人也同样被这庞大耀眼的光芒笼罩其中，并且就算萧炎想透过主境灵魂力量去探测，但是却被这些能量影响给瞬间反弹了回来。在灵魂回弹的这一刻，萧炎的灵魂犹如是遇到了一只猛兽一样，显得自己的主境灵魂都是变得极为的弱小。萧炎轻咳一声，恐怕灵魂在这一瞬间受到了一丝伤害，心中无比惊骇起来。这究竟是什么力量？为何我的主境灵魂力量在其面前简直就是不堪一击？见到萧炎的举动，林动和沐尘2人都是露出震惊之色。他们所震惊的是，他们3人则是通过时间祖符的力量穿越到过去的时间轴上。按理说，他们3人虽然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景象，不可能会融入于这方世界中如此的真实，也不应该会出现刚刚那种情况才对。难道说，就在3人有些不解的时候，一道剧烈的能量轰炸之声彻底的将这方世界震碎开去，所有这方世界上的生灵皆是露出绝望之色，闭上了双眼，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因为他们都看到了10座金光身躯皆是碎裂了，没有任何一道原始法身留有完整的身躯。他们知道了这一次的结局，那就是他们皆是战败了。对方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他们这些神器。就连萧炎3人都是面带难以置信的神色。他们知晓那10座原始法身的力量究竟是何等的恐怖，但即便如此，这10座原始法身依旧是不敌对方那股可以摧毁一切的极致巅峰力量。能够摧毁10座原始法身的那人究竟是谁？没想到直接是在力量上毁灭了这些原始法身。沐尘的语气都是带着一丝震颤，这也是他第一次遇见令得他们都无法呼吸的场面。就在沐尘还在震惊的时候，那10座原始法身碎裂后的身躯化作无数道金色流光，朝着不同的方向散落而去。谁也不知道这些碎裂的原始身躯将会落到何处，但是沐尘在此刻身体却发生了异样的变化，一股非常奇特的力量从体内那5座原始法身上流转出来，直接冲着沐尘的眉心处不断的汇聚，最后其眉心处竟然浮现出一道金色的神秘纹路。在这金色纹路上，确实散发出古老的原始波动，正在剧烈的闪烁起来，似乎与10座原始法身形成看不见的联络之意。刚刚碎裂开去的10座原始法身之中，就有着万古不朽身、无尽光明体、太灵圣体、荒神族体、夜神谷体等5座原始法身的气息波动。而就在刚刚，沐尘出现在这方世界中，过去的这5座原始法身在不知不觉中和沐尘体内的原始法身产生了联系，才有了眉心处的那一道神秘的金色纹路。这对于沐尘来说，简直就是寻找原始法身的心眼。无论原始法身在什么地方，只要这心眼能够感应到的范围内，都是可以找寻出各大原始法身的位置。就在这些原始法身碎裂身躯后，开始朝着大咒9界的不同大界中，沐尘那眉心处的金色纹路再度诡异的闪烁起来。有那么一瞬间，沐尘竟然能够看到非常遥远处的空间区域，就算是主境灵魂也无法探测到的距离。沐尘心中一顿没反应过来，这股奇能实在是太过诡异了。然后沐尘再度想确认一下这是什么奇能，旋即他眉心间的金色纹路再度闪烁，渐渐的形成了一只金色眼瞳。更让人诡异的是，这金色眼瞳犹如活物一般，开始左右上下的转动着。这一幕让得萧炎、灵动都是感到十分的好奇。反观沐尘这边，他利用金色的眼瞳后，便是能够瞬间看到无数道金色流光落在了其他大界之上。这一望竟然能够看到整个大咒的远景，可以清晰的看到大咒中的9个世界，其中3个世界极为的模糊，而另外6个世界则是看得非常的清楚。在最下方的3个大界便是千元界、大元界、古霸界，其中千元界就是萧炎、灵动、沐尘3人的故乡。而在这3个大界的遥远之上，还有着另外更加庞大无比的世界，真是天元界、天人界、天星界。沐尘的目光再度往上一扫的时候，虽然能够看到那里的世界，但是却没有看透其中的景象，画面都是非常的模糊状态，就像是那里的世界外围都有着一股神圣的能量在抵抗金色眼瞳的窥探，因为那里是神的世界。不过那无数道原始法身的身躯碎片落入了那模糊的世界中，以及其他第2等级和第3等级的各大界之中。在其进入各大世界薄膜后，所有的金光皆是消失不见，但是沐尘则是已经锁定了一个原始法身坠落的位置，这个位置处于第2等级的天星界之中，所以在这天星界里必定有着第6座原始法身的存在。在确认了第6座原始法身的位置后，沐尘直接收起金色眼瞳的力量，视线直接变回原来的模样，而原本在眉心处的金色眼瞳也消失不见了，似乎在催动金色眼瞳力量的时候，能够将体内的那5座原始法身力量进行大量的消耗。这时候沐尘想要施展原始法身都是极为的困难，需要几天时间的恢复才行。沐尘找到第6座原始法身的位置了。萧炎、灵动见到沐尘眉心处那金色眼瞳消失的时候，这是缓缓开口。他们2人都是知晓，刚刚沐尘身上的变化似乎与10座原始法身有着息息相关，而感觉到自己体内消耗大半的原始之力后，
身体微微有些虚弱，然后点点头道：“找到了。”后者二人此时露出一味微笑，看来这次穿越过去的世界也是值得了。你们是未来世界来的人。就在三人松了一口气的时候，此时那处高空上的那黑暗虚影竟然依旧立于其上，那强大的气息直接朝着他们三人呼啸而来。萧炎、灵动、沐尘三人的神色顿时一凝，此时他们的身躯已经无法动弹丝毫，因为那黑暗虚影的气息牢牢地将与他们笼罩其中。该死，我们被发现了！三人厉喝声响起，想要逃离此处已经来不及了，但是他们却感到了无力感。这些气息非常的可怕，竟然能够瞬间侵蚀世界之力。你是谁？萧炎稳住心神，一道低沉之声自喉咙中传出。虽然他们双方的力量实力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但是他们皆是从生死边缘爬起来的人，自然其心性有着超乎常人的姿态。黑暗虚影没有回答，但是这冷笑之声极为的可怕。下一刻，黑暗气息准备要击杀萧炎、灵动、沐尘三人的时候，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时间祖符的力量直接将他们三人的灵魂带入了时间轴线中，才躲过了一劫。他们在时间之力的笼罩下，开始回到自己原来的世界之中。刚刚那极度死亡的气息依旧在他们的脑海中久久不散。在这一刻，他们三人才真正的感受到了没有一丝抗衡的机会。很快，在这不是很漫长的时间轴线上，他们的灵魂再度穿越回来了他们的原本世界里。天渊域的山峰上，那玄奥无比的时间之力也开始渐渐的消退。片刻之间，三道流光射入三道身躯之中，原本一直站在那里没有任何动静的身躯，此刻皆是缓缓睁开了眼睛。三道身躯皆是坐在了地面上，喘者粗气。刚刚那股来自非常久远的危险的气息，实在是让他们没办法忘记。真的好险啊！萧炎喃喃道。灵动目光闪烁间，也开口道：“确实很惊险，要不是时间之力在那最后的关键时刻将他们带回现在的世界，恐怕就真的被会陨落在过去的世界之中。”萧炎兄，灵动兄，刚刚究竟怎么一回事？明明我们去的是过去的世界，按理说过去世界的人是不会看到未来的人事物才是。沐尘虽然心中难以平息刚刚那千钧一发的危机，但是更令他想不通的是，为什么那道黑暗虚影可以看到萧炎、灵动、沐尘三人呢？并且从那道黑暗虚影的那句话中知晓，竟然能够猜到萧炎三人来自未来世界的人。这所有的一切让萧炎、灵动、沐尘三人都非常的费解，也猜不透这其中的缘由究竟代表着什么。灵动则是摇了摇头，就算是他催动的时间之力，让大家穿越过去的世界，但过去世界的人为何可以看见他们三人，却不得而知了。或许那道黑影的实力已经不是一般的强大了，恐怕至少都是达到令我们都无法想象的境界，所以才能够以他本神的大能感知周围的一切事物动态。萧炎分析了事情的起因之后，便得出了这个结论，这也是唯一能够理得通的结论了。听了萧炎的话后，灵动和沐尘二人沉默了片刻之后，微微点点头，也同意萧炎的说法。不过沐尘，你刚刚眉心处的金色眼瞳是什么东西？似乎很不一般啊。萧炎把这个事情抛在了脑后，既然想不通，那就先不要想，或许在以后，萧炎他们自然会知晓这些强大又恐怖的存在是什么东西。然后一副饶有兴致的望着沐尘那道眉心处开口道。萧炎这么一说，一旁的灵动虽然没有说话，但是其神色也告诉了大家，他也非常的想知道。沐尘先是用手摸了摸自己那光滑的眉心之后，再度双眼微闭，感受着体内那一股极为微弱的奇特力量后，缓缓睁开双眼，开口道：“我想那个是可以连接找寻另外5座原始法身的重要之物。就在刚刚那时候，我通过自己那突然浮现出来的金色眼瞳，便发现自己体内的原始法身之力都开始变得极为的异常。是什么异常？”萧炎、灵动二人却是越来越好奇起来。这股异常就是催动金色眼瞳的力量后，能够快速的让我体内的5座原始法身之力急速的消耗。如今恐怕我也无法暂时再度召唤出5座原始法身了。萧炎、灵动一听，眼神开始有着微弱的变化，旋即又恢复到了正常。刚刚听你说已经找到第6座原始法身的具体位置了。沐尘点点头，继续说道：“我通过刚刚那浮现出来的金色眼瞳，竟然看到了整个大洲的样貌，而且最后被击碎的10座原始法身全部落在了大洲9界的各个大界之中。虽然大洲很大，但是依旧在那只金色眼瞳的力量下，第6座的原始法身的依旧被我牢牢地记住了坠落后的那方世界，那就是天心界。”天心界3字一出，萧炎、灵动二人的目光变得异样的精彩起来。天心界不就是主修法身的世界吗？这难道是巧合吗？看来你需要去一趟天心界了，或许在那里你可以找到你所想知道的答案，以及那第6座原始法身的存在。灵动说话的语气非常的沉稳，并没有萧炎那种洒脱的性格。不过灵动的实力确实毋庸置疑，就算是萧炎也认可了灵动是他唯一的对手之一。沐尘也不置可否，既然通过时间之力的力量穿越过去世界，也知晓了第6座原始法身的所在处，自然是不会浪费时间的。毕竟半年之后，天元界的另外一个界域就会开启，这个界域乃是9天之外的古元界。古元界乃是在天元界诞生时期就存在的一个界域，那是第一序列神祖龙诞生的祖地碎片演变的一方天地，其中蕴含着最为古老的天地元气，称之为祖气。祖气神秘莫测，即便是诸多序列神都无法将其催生。古元天连通其他9天，但这些通道处于封闭，唯有到了特定的时机方才会开启。就算是9天的诸族都没有能力将其开启，所以每隔100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里，古元界将会自动的开启诸天气运之争，以决定诸天未来的气运与强弱。参与的各诸天越多，所诞生的祖气就会越强。
古元天玄妙无比，自诞生以来便是化为了3层空间，每一层空间都拥有着古元天所诞生的祖气总量的2成，而每一层空间最深处蕴有9条虚空通道。这9条通道有强弱之分，若是打通并且占据最强通道，将其连接向所在天地，能够令的所在天地得到最大份额的祖气，那么剩余4成由最后的圣者进行分配。这些祖气不仅如此，这既然是祖龙的地方，自然有着其他未曾出世的神灵之物嘛，以及一些强大的至宝，所以这诸天气运之争也是日后萧炎、灵动、沐尘3人成神的最佳必经之地。因为想要成神，就必须在自身体内种下神骨，想要获得神骨，那么就要有神灵之物所谓媒介才行。而9天之外的古元天乃是最佳之地。古元天中虽然有者祖气可提高诸天的气运，不过如果在其中获得神灵之物，那么必将是一个全新的突破。因为一旦获得，便可在自己体内种下神骨，到时候萧炎就可以把幻虚神火吸收炼化，纳入那传说中的神炼，成为一方神器。所以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不仅仅是对萧炎、灵动3人有好处，对于其他想要日后成神的修炼者，同样有着势在必得之心。虽然古元天乃是祖龙之地，其中的神灵之物也会有者不少，可是强者那么多，必定有者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的道理。而且萧炎、灵动、沐尘的实力都已经突破最强主宰，距离那神指境也指日可待。虽然依旧有着较远的差距，但是提前预备成神的条件也不妨是一件好事。毕竟古元天可不是年年都会开启，他们能够遇到古元天的开启，也算是一种最佳机会。萧炎兄，灵动兄，距离诸天气运之争还有一些时间，我准备一人前往天心界看看那第6座原始法身究竟是否在那个世界中，但是我会在诸天气运之争开启的时候回来。沐尘那追逐原始法身的目光变得更加的灼热起来。这一次借着时间祖符之力穿越回到过去的世界，便是看到那10座原始法身的强大，可不是目前所认知的力量。简单点说，沐尘现在拥有的5座原始法身，就算融合出太初世界体，也不是过去世界的那原始法身力量的1/10。沐尘也知道，这是因为自己还没有将原始法身的力量全部的激活，看样子是被封印了原始法身的真正力量。而自上一次在纪元遗迹中也看过天星界的那几位最强主宰所施展出那万丈身躯的法身，威力也极其的强大。也说过，想要了解法身的信息，可以前往他们天星界找他们那位守护者大人，或许那位守护者大人真的知晓一些关于原始法身的信息，也说不定。也好，此次前去一定要小心一些。萧炎、灵动2人对着沐尘认真的说道，毕竟他们来到第2等级世界不久，不是非常了解这些世界中的一些不知名的强大存在。虽然他们的实力可以越级挑战，可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8个字可不要忘记。好，你们在天元界也多多留意一些，我总感觉这天元界之中有着一丝极度隐晦的气息，不乏这些隐晦气息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也说不定。沐尘同样对着2人郑重的说道。闻言，萧炎和灵动对视一眼，然后便是缓缓开口道，你说的是域外邪族的那些气息吗？沐尘点点头，没有否认，因为他所感应到的那隐晦气息就是与当年的域外邪族非常的相似，虽然没有一模一样，可是那一道隐晦气息的确从某一种角度上来说，他们2者有着一丝联系。此前在那星天中所发生的那股邪灵之气，应该就是域外邪族武艺了，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圣族。不过就算是圣族，当年元尊可以灭之，那么我们3人也可以灭之。这些邪灵之物，我灵动非常的不太喜欢。灵动说完，目光之中有着神秘的星空在流转，给人非常深不可测之感。这就是来自五祖的震慑乾坤。林兄说的对，只要这些邪灵之物一出现在这些世界中祸害生灵的话，我萧炎也是第一个不会让其得逞。萧炎的声音中带着震撼之意，这位炎帝一说话，便是有着万火焚苍穹的凛然姿态。沐尘见到萧炎和灵动的话语中所带来的震撼，竟然有着如此强大的气势，不愧是炎帝和五祖。当然，沐尘也同样有着一股热血在翻腾。只要这些危害世界的邪灵之物存在，那么他们就要不断的变强，需要变得更强，才能有实力守护一方大界。3人在天渊域的山峰之巅交谈了一会儿，沐尘便是启程离开天元界，前往第2等级的另一个大界天星界。如果第6座原始法身真的在天星界找到的话，那么沐尘有着信心可以突破至最强主宰巅峰，甚至更高的境界。当然这只是自己的预测，如果能够在几个月中从最强主宰中期又突破至最强主宰巅峰，恐怕在天元界这等强者如云的世界中都找不出几个来。随着沐尘与众人告别之后，直接坐上千元方舟离开了天元界，身上也带足了主气丹，够沐尘从天元界去往天星界的来回路程了。当然萧炎也给了沐尘几颗仙品高阶的丹药。为了不时之需，萧炎和灵动则是留在了天元界继续修炼。毕竟他们现在虽然实力有所提升，但是修炼的步伐不会停止下来。就在他们3人各自寻找更强修炼的时候，天元界的某一处空间，这里显得极度的幽暗无比，就算是白天也无法照射进来太阳光。虽然这里非常的幽暗，但是在这幽暗的上空处却有着无数星辰在闪烁，显得极为的诡异。其中没有任何的生灵，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一般。幽暗的星辰上散发出可怕的能量波动，就算是一些天至尊都接触到这些星辰能量的时候，必定会陨落当场。这些星辰能量虽然不起眼，可是一旦爆发开来，不要说天至尊，就算是主宰境的强者都不敢应接这里的能量攻击。简单来说，这个地方不是人类能够居住的地方，更像是一些神灵所居住的领域。因为只有一些神灵
才会居住在一些不凡的空间。炎帝、五祖、墓主这3位竟然会出现在天元界里，真是让我有些吃惊啊！一道无处不在的声音在这片空间中响了起来，但是随着声音消失之后，这处幽暗的空间中浮现出2道身影。如果萧炎、灵动、沐尘3人在此处的话，这2道身影定会让他们3人都会大吃一惊。他们正是圣天魔帝和暗天魔帝。如今随着他们的神回归，已经恢复到真正的身份了，那就是圣族7大古圣的太弥古圣、南冥古圣。先天神，你这次晋级第1序列又被那3位给捣乱了，最终导致冲击失败，要不要让我们2人前去将其杀之？此时太弥古圣那脸上看不出一丝色彩，有的只是阴沉之色。原本他们这位先天神族的最强神灵先天神，在融合新天的那道新诞生的神灵意志的时候，竟然半路杀出这些人，不然的话，他们的先天神必定能够冲击那最强的第1序列之位，拥有第1序列神之力。这个境界，就算是祖龙也不敢奈何的了。他们这些先天神族的神灵，时机还没成熟，不可。这一次，那炎帝竟然收服了一道令我都忌惮的火焰，这火焰恐怕是一道神火，不然那些第3序列的古神可不是本先天神的对手。又是一道带着怒意的声腔自这片幽暗空间的某一处传了出来，一道是天邪神的声音，而另一道乃是圣神的声音。如今他们2位皆是属于先天神族的最强神灵。当年圣神在自己的神卵之中留下自己的一道意志，如今这道意志也彻底的苏醒，最后融合了自己儿子的神灵之体，进行了2者之间的最终融合。日后没有域外邪族，没有圣族，也没有天邪神和圣神，只有先天神族和先天神。炎帝确实很强，竟然才过了几十年的时间，竟然实力已经突破至最强主宰，而且又收服了一道大咒的神物神火，此人的确非常难以对付。太弥古圣的实力毋庸置疑，当初在入侵大千世界的时候，他的实力是仅次于天邪神的强大存在。就算是曾经那些已经踏入圣品天至尊巅峰的不死之主和青山剑圣等巅峰强者，都不是太弥古圣的对手。可唯独那时候有者炎帝和五祖的出现，其中自己与炎帝交过一次手，的确后者的实力极其的强者无比，那地炎之火更是散发出可怕的毁灭之能，令得他自己都是对其非常的忌惮。如今这炎帝又收服了神火，那么这神火可不比圣火一伙那些火焰，神火的力量足以令得一些神奇都会避之锋芒。你们也不要惊慌，等我踏出那一步的时候，就算那炎帝也不是我的对手了。说话的语气非常的自信，而先天神所说的也不是自大，而是真的有可能，因为他所说的踏出那一步就是踏入第1序列之位。一旦到了这个境界，那么任何生灵不管多么的强大，都会在第1序列神之力的轰击下所毁灭。我们相信先天神，当日后成功踏入第1序列后，定要将这些曾经阻碍我们的人类彻底击杀。南冥古圣嘴角露出得意之色，要知道第1序列的力量究竟是多么的可怕。当年祖龙能够以第1序列神之力创造天元界的生灵，那么先天神也可以毁灭天元界中的所有生灵，再度创造属于先天神族的新世界。到时候就变成这片神纪元世界将会彻底的被先天神族所占领，对于其他神灵来说就是无尽的噩梦。炎帝、五祖、墓主，你们的好日子要到头了。先天神的声音渐渐地传荡在幽暗的空间中，而且如果这一次没有他们的出现，他们离复兴先天神族的命运或许已经开始了。不过虽然很不爽，但是也没有办法，只能先暂时的隐忍，等日后踏足那第1序列之巅的时候，就是先天神登顶天元界的时候，也是第2等级世界的最强第1人。那么先天神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什么？太弥古圣郑重地问道。毕竟这一次想要靠着新天诞生时融合其中的那一道神灵之物，一举突破第1序列，但是却是失败了。不过从先天神这些话语中，便是知晓已经有了第2种冲击第1序列的方法。一旁的南冥古圣也是露出一丝阴森笑容，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这方世界生灵的绝望模样了。而片刻之后，先天神的声音再度响起：你们应该知道，天元界在1000年或者100年的时间里将会开启诸天气运之争，而只要你们能够夺得全部诸天的祖气，分别让其祖气流入新天中，那么新天的气运将会提升数倍不止，并且我也可以利用这些强大的祖气进行与本神灵的融合，将其突破第1序列。这就是身为先天神灵的好处之一，不需要和人类一样需要一直修炼元气来晋升自己的实力修为。相反的，这些神灵可以直接利用比自己更高级别的序列神灵直接进行融合，如果融合成功的话，便可有机会踏入那第1序列之位。这也是先天神最大胆的计划，当年还能成功，这一次自己融合了自己儿子的神灵之体，其实力更是强悍了很多。所以任何第3序列神都别想阻止他们最后的计划。这计划一旦成功，那么先天神的实力将会大大的提升，晋升至第1序列。从此在天元界中，除了祖龙、元尊之外的第3位第1序列神，如果说别人成为第1序列神的话，那么天元界的众生灵将会恭喜敬佩。如果是这些圣族之人突破第1序列神的话，恐怕整个天元界将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先天神的意思是，这一次诸天气运之争开启之后，让我们也参与其中，将那9天的气运全部夺回，让先天神晋升第1序列神。太弥古圣喃喃地说道，似是知晓了先天神的意思。正是，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的机会。如果再度失败的话，就很难摆脱第2序列神之位。日后想要再踏入第1序列神的话，那是极度的困难。
所以你们二位作为我先天神族的最强二把手，一定要成功。先天神的语气变得极为的沉重起来，因为这一次的诸天争霸赛也是复兴先天神族的最后一次机会。先天神，这一次炎帝、五祖、木主这三位既然出现在天元界，恐怕也会参与诸天气运之争。他那神火的威力，我们恐怕很难抵挡啊！就连你那第二序猎神之力，也在神火的力量下吃了亏。此时，南冥古圣喃喃开口：“对于这次的诸天气运之争，对付其他强者倒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如果遇到炎帝、五祖、木主这三位的话，恐怕事情都会变得棘手起来。”对，而且这三人的主修之法都是大咒中的神物，不管是神火，还是祖符，以及那原始法身，都是非常可怕的存在。要不是当初他们的实力还只是圣品巅峰的话，恐怕我们两人皆是会陨落在炎帝他们的手中。太弥古圣以及南冥古圣现在想起来都是比较忌惮炎帝、五祖他们的，毕竟他们可是与炎帝交手过。炎帝以圣品巅峰的实力便可碾压大千世界的那些天之骄子，不乏连一些超级巅峰强者也差之一筹，足以说明炎帝的天赋和实力究竟是多么的可怕。你们二位不用担心，我让你们去，自然是有一些让你们对付炎帝、五祖、木主的办法。那时候炎帝能够施展神火击败我的第二序列神之力，据我感觉，那股力量不是炎帝本身所施展的，而是神火本源的意识自己愿意主动出手，才能够施展出如此强大的火神本源。或许炎帝虽然获得了神火，但是还没有真正的炼化神火的火神本源，所以这正是我们出手的机会。听着先天神的话语，太弥古圣和南冥古圣二人的目光有所震惊。在那种情况下，他们的先天神竟然都能够察觉出萧炎的神火还没有真正的被收服炼化。看样子，如今的先天神实力比起圣神时期和天邪神时期的时候更加的强大了。终于看到他们的先天神逐渐的向着第一序列之位考虑的时候，太弥古圣和南冥古圣二人的心中则是兴奋无比。他们也是知晓复兴先天神族的日子指日可待了。那么先天神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炎帝的神火？太弥古圣对于炎帝的火焰极度的忌惮，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依旧如此。你们应该知道，在72大神器排行榜上第29名的水灵。水灵两字确实令太弥古圣和南冥古圣有些熟悉。在他们思考了片刻之后，眼神顿时一震。难道是？你们二人应该知道，水灵的力量刚好可以对付还没有炼化神火的炎帝，所以这一次你们可不要让我失望了。说到最后，先天神的语气变得沉重了一些，因为他也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能够成为第一序列神的机会了。属下遵命，这次我们会不辱使命，定会完成先天神的这最后的机会。有了72大神器排行榜上第29的水灵，他们也不会再惧怕炎帝的火焰。先天神水灵的力量虽然很强，但是从哪里寻找？世界这么大，可非常不好找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此前有一位神秘人给我的。先天神淡笑一声，闻言，二人那好奇的面容逐渐浮现。很显然，太弥古圣和南冥古圣显然有些不知情。不过，水灵的力量非常的强大，将这种神器都拿出来，如果都无法完成先天神所吩咐的计划，那么就真的是先天神族的气运到头了。他们先天神族从诞生至今一直没能彻底的掌控这方大剑。第一次他们的最强神灵被祖龙重创，第二次又被元尊抹杀，这第三次的最强神灵之子也一样被下等级世界的3位守护者击败。然而这一次也是最强神灵踏入第一序列神的最后一次了，如果还是失败的话，他们将永无翻身的机会。这炎帝、五祖、木主的确都是非常难缠的家伙，在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壮大之前，我们先杀之为快，不然日后必定会成为我们父族的最大绊脚石。很少听到先天神的语气中会有者去夸人类，但是这3位人类能够引起先天神的重视，足以说明炎帝3人的可怕之处。对了，关于元尊有没有得到什么消息？虽然炎帝、五祖、木主3人很难缠，但是对于目前来说，这先天神族的最大敌人应该就是元尊。禀报先天神，我们已经派出先天神族的各族人，几乎在第2等级世界中就没有任何元尊的消息，恐怕元尊如今已经不在第2等级世界了。太弥古圣把此前得到的消息一五一十一字不漏地说了出来。哦，不在第2等级世界，难道元尊那家伙已经飞升至第1等级世界中了吗？先天神虽然心中有所知晓，元尊会不在第2等级世界，可是确定这件事情后，依旧让先天神有些吃惊。旋即先天神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出声道：不愧是元尊，恐怕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飞升至第1等级世界。不过这也不奇怪，元尊乃是第一序列神，有着比肩祖龙的强大存在，而且祖龙都乃是天元界诞生时就存在的第1位神灵，元尊的实力已经达到第1序列神，自然是可以打破第1等级世界的桎梏结界，飞升更高等级的神之世界当中，获得来自更多的神之资源。这也是先天神最想要追逐的向往之地。第1等级世界中的可都不是人，而是神，一个众神汇聚的世界，究竟是多么的令人着迷，是所有最强主宰者做梦都想要去的地方。但是想要飞升第1等级世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前提是自身的脱离人类的制高点，超脱主宰后方可纳入神列，成为一方神起，才有机会飞升第1等级世界。
元尊，虽然你早比本神飞升第一等级世界，待我复族之后，本神也会飞升第一等级世界，从此我们先天神族将会彻底恢复到巅峰时期，甚至超越。突然，一道黑影则是出现在他们这先天神族的独立小世界中，幽暗的空间随着这道黑影的出现变得更加的黑暗。虽然看不到先天神的身躯，但是此时就连他都是一怔，因为随着黑影出现，一股熟悉的这股力量令他都极为的忌惮。因为这道黑影的气息非常的恐怖强大，竟然也是一位神指境的神，并且从这气息来看，乃是第一序列神，这可是与祖龙一样的境界实力啊！黑影的气息实在太过强大了，比起他们的先天神更加恐怖。泰米古圣和南冥古圣二人的眉头都是紧皱起来，他们的行动竟然牢牢的被锁住，动弹不得了。此人究竟是如何进入他们这些神灵的独立空间的？就在泰米古圣和南冥古圣在疑惑的时候，这道黑影出声了。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仅仅一道声音，直接令泰米古圣和南冥古圣都是喘不过气来。在下已经努力去办了，请大人放心吧。此话一出，泰米古圣和南冥古圣都不敢置信起来，他们的先天神竟然称呼这道黑影为大人，而且说话的语气非常的恭敬客气，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要知道，先天神族的这位先天神，乃是结合了圣神与圣神之子的所有精髓，如今的实力比当年更强的存在。不过就算如此，在对面这道黑影的时候，竟然都如此的忌惮。希望如此。我吩咐你做的事情，如果无法完成的话，你们先天神族将会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中。如果任务完成，我将会将你先天神族的族人全部纳入神列的机会，而你也会获得祖龙一样的境界，第一序列神，成为第二等级世界的最强之神。黑影说话间，这片空间都是充满着无比压迫之感，要是多待片刻，这处空间都会能够被撕碎。听到能够让先天神族的所有族人纳入神列的机会，不仅是泰米古圣和南冥古圣，就连先天神都变得异样起来，一股股可怕的力量在他们体内渐渐的酝酿，等到某一刻的爆发。遵命，我不会让大人失望的。先天神应声答应之后，这道黑影也随之消失不见，原本压抑无比的这处空间又恢复到了正常。此时，泰米古圣和南冥古圣皆是吐了几口气，整个身躯都放松了下来，目光注视着某一处空间道：先天神，刚刚那道黑影是谁？